过。将军，等任务等急了吧？是威婶的事吧？是威婶背后的协会，为使者协会。为使者协会，100年前由科学家艾略特创立，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企图利用大数据来控制民众的极端组织。为使计划是要在绿藤市通过大数据选取一定规模的实验者，反向利用蝴蝶效应达成实验目的。实验的负责人是黄美芬，截至目前已经有1001位实验者。威婶是为使者协会最新研发的手机应用，是其控制民众最有效的工具。将军，一个手机程序怎么做到对人的控制？当你成为使用者，你的行为偏好就已经被程序统计了。程序在引导你做自愿的事儿，那个时候你自然不会反抗。等用户达到了一定的基数，程序就会反过来，通过蝴蝶效应，达到一种预想不到的结果。而任何一种结果，都是为使者协会设定的。难怪威婶一出现就有这么强的传播力，尤其是在校园。年轻人更容易接受新生事物嘛。我们的计算机正在推演威婶的发展轨迹。从现在看来，威婶在绿藤市的布局将是他们为使计划的关键一步。采集抓取市民的信息和愿望，这需要惊人的算力啊！托盘有这个能力。托盘？对。为使者协会，超级计算机，他们从来不相信人，他们只相信托盘。就我们现在掌握为使者协会的信息来看，哪怕是联合绿藤市全部的警力，要想找到托盘中心的具体位置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所以，我们只能智取。磁暴手雷，你是想用它发射高频段磁暴波，摧毁托盘处理器？对，但物理上，我们需要操作者站在处理器的中心位置。我不大明白，除了协会的人，还有谁能进入托盘中心呢？为使者协会以托盘为核心算力，我们要破解托盘的底层逻辑，要找到那个能让事态发展的特殊人物，也就是人机场模型当中的关键蝴蝶。那岂不是我们跟托盘一样，把胜败都压在了机器上？我们相信的始终是人。只要找到关键蝴蝶，就交给他，由他来完成最终的致命一击。关键蝴蝶。去哪儿啊？
凤凰湾马场。这里变小了，是你长大了。这里没怎么变，我每周都来的。你等我一下啊。银河，来，你好点了吗？银河，不要这样。你是不是特别喜欢他？嗯，它很可爱。他叫银河，天上的银河。哎，对了，你叫什么？我叫陆里，你想试试吗？骑马是一项关于勇气的运动，如果你这次不敢的话，以后你可能都不敢了。银河很乖的，上次是意外，只要他认识了你，你们就是好朋友了。来。陆里，银河，还记得他吗？你好，银河。想试试吗？还记得怎么骑吗？驾！陆里，慢点儿！放心吧，它已经是我的了。谢谢你啊，我以为我这辈子再也不会骑马了。你喜欢，随时。银河只有我这一个朋友，太需要人陪。那为什么你一开始不承认呢？就知道你会问这个。到底是为什么？你有没有那种你一直不愿想起来的日子？我有。那段时间对我来说就是这样。银河是我爸爸送给我的礼物，我们一起取的名字。他从小就告诉我，说没有什么事是可望不可及的，包括星空和银河。但我爸后来走了，我妈又重病在床，所以我只能来这里打工，擦马厩、打扫卫生，还要帮顾客遛马、喂马，出一点差错就会被骂。所以，那个时候的我，很像梁洛，我比任何人都能理解他。我也是，是吗？我也能理解梁洛。有时候我看着他，就像看着曾经的自己。其实我跟我哥是同父异母，以前他经常来看我，他还会告诉我怎么和那个喝了酒就会打人的男人相处。
后来我成了孤儿，是他把我带到了他家。可那时候我才6岁啊，现在想想这些事情，就好像发生在昨天一样。怪不得。什么？我爸说，能够组成银河，并点亮夜空中的那些恒星，是因为它们拥有接近的本质。你给我的感觉就是那样。你爸爸为什么离开你？他要去做他想做的事儿。还是郭千山厉害，他发了出案。你看那个网上叫什么千山的啊，乱写一气，一点操守都没有。如果你是郭千山，你就认认真真做调查，好好分析，好好研究。如果现在梁洛要是开着炸药车把生猪场炸了，你觉得跟你没有关系吗？郭千山，做主编你不情不愿，做记者你浅尝辄止，前因后果都没有调查清楚，起一个耸人听闻的标题博关注，真敢爆棚啊你！咱们是还没有实现远大理想，但是咱们不能糟蹋自己。交一年呢，不要给我打折。要发票吗？不要。哎，你这里有没有那种专职的护工啊？只照顾我妈一个人的。1个月5000，3个月起。刷，刷1年。哎，黄主任。怎么那么高兴啊？我正准备去看你妈妈呢。哦，是吗？我妈的会诊约在什么时候啊？下周，到时候医院的专家都会在。我听我妹妹说，您还在绿藤大学教人工智能。差不多吧，复杂科学里也会谈到这个层面。哎，您说啊，这个人工智能反过来控制人类这事儿，几率高吗？啊，我说的不是那种把人脑袋砸一窟窿，装一个芯片进去。我最近看了好几个电影，都讲的是这个事儿，我觉得挺扯的。哎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有没有一种另外的可能？当然有，通过大数据的采集就可以达到。玩的真够大的。你说，会不会有些人或者是机构什么的，是专门从事这件事情的？机构。或者说是组织、协会什么的。我相信有。那记者是要写一篇相关的报道，还是有人提供了一些新闻素材？哦，当然不是，我只是不想被时代抛弃而已。来，快前进。我只是不想被时代抛弃而已。
喂，王老师，关键蝴蝶。对，关键蝴蝶。一只亚马逊森林的蝴蝶，轻轻地扇动几下翅膀，就可以造成 A 国的一场龙卷风。如果能找到关键蝴蝶，就可以避免这场龙卷风的发生。反向来说，你想达到某个目的，只需要找到几只关键蝴蝶，然后启动它，就可以完成你的想法。您的意思是，梁洛的意外，就是因为有了开关，有了关键蝴蝶？没错，梁洛的死是因为他想要10万块钱来救他爸爸的命。这个愿望通过蝴蝶效应，最终导致了他的意外。老师的意思是，梁洛的死完全是意外。艾略特说过，所有意外，换种角度想，可能都不是意外，关键看你怎么想，或者说怎么用。艾略特不是生物学家，作为社会学者，他想到的是木蚁的僵尸化，本质上只是一小组入侵细胞通过一连串未知的反应，从而使木蚁改变原先的运作模式，转而服从入侵细胞的命令。也就是说，再复杂的群体都可能被极简单的方式改变，只要找准开关。也就是说，在人类的社会里，也存在着一种开关模式。只要找准开关，就如同推倒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，以极小的代价，让整个社会产生可控的改变。艾略特就是这么说的。艾略特，他是真正的天才，真正的。有人吗？开门！谁呀？多了，喝多了，我吐你门口了。没关系，我自己打扫。哎，不行，你这瞧不起人呐！哎，开门！快开门！开门！快开门！开门！哎呀！哥们儿，我不是那不讲究的人啊，我给你清理。你回家吧。你是什么意思啊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喝多了。你是谁啊你？啊！我帮你清扫。哎呀！喝多了。哎，这楼怎么在晃了？哎呦，怎么天旋地转了？哎呀！你说几点几？咱们回去。梦里有戏，总算有梦里有戏。
啃烤。兄弟，来，别走，一起睡，啊，来，一起睡，哥们儿，一起睡。一起睡。程清生，男，32岁，家庭地址你自己看吧。这些个全都是我从物业复印来的资料，身份证、户口本、学历证明全。我告诉你啊，这可费了我9牛2虎之力啊！全绿藤该跑的地方我都跑了，该请吃饭的我都请了，该打点的关系我也都打点了。我告诉你，就没有你想不到的办法。你问我累不累？我太累了。但你还别说，干这事儿就俩字儿：兴奋。那个2笔款该结了吧？不错。牛排的熟成是利用牛的肌肉中的酵素作用，将蛋白质转化成不同风味的氨基酸，将甘糖转化成葡萄糖，将3磷酸腺苷变成类似于谷氨酸的香味物质，单磷基合苷，方使这牛肉变得更加的美味。是不是没太听明白？没明白。知道我为什么明白吗？我研究牛排，就没有你想不到的办法。你说累吗？我太累了，但干这事儿就2次，兴奋。你想耍赖啊？那是你。告诉你，今天我必须见到2笔款。那先生是绿藤哪一届的？A303，为什么问这个 ？A303太有意思了。哎，这个是你同届的，一个大学，认识吧？当然了，学校那么多人，怎么可能全认识呢？看看，不着急，一个个找。你怎么会有这个？我说过，我比你更了解你。他在里头吗？找啊！你就是把眼找瞎了也找不到，因为他压根就不在里边。假的？真不了。像这样的身份证明，我有300多份，你要吗？啊？南先生。你没有拿出真本事来。我说过，我找你是要办大事，而你呢，自己把事情办小了。再给我3天时间，要是办不成，全部退款。千万别退款，一定要办成。这就是我说的树状图。学长，这样不合适吧？你这图的意思是，梁洛的死跟我们都有关系啊？就是，我们又不是刘波。我不是说梁洛的死跟大家有关系，我是想找出梁洛为什么会死。你们走了之后，我们许了愿见到梁洛。后来我们完成了任务，也确实见到了梁洛，却目睹了他的意外。所以我们猜测梁洛的死跟我们这次的夔州之行有着密切的联系。那天分开后，你们用威慑了吗？用是用了，
可跟梁洛没关系吧？有没有关系？推导之后才会知道。你这是有罪推论。席磊，我们不是要针对任何一个人，我们只是想给梁洛一个真相。徐星、小林，你们也一样，你们必须……行了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我说，我和小林一起许的愿，我们是想坐免费的顺风车回家，威婶儿就让我俩去了一个居民楼。然后呢？我的任务是到3号楼2楼反复打开一扇窗子。我的任务是把2号楼楼前的一个小推车推到3号楼对面。然后呢？发生了一些意外。可这跟梁洛八竿子打不着的。什么意外？我反复开窗的时候，窗子上的反光照到了对面楼上装空调的工人。那个工人被光一晃，手就滑了，一个支架就掉下去了。那个支架刚好砸到小推车，小推车就顺着斜坡滚下去了。小推车撞到了一辆家具车，大灯碎了。是这辆家具车吗？差不多吧。他们当时正在绑家具，撞了之后我就骂骂咧咧的，我就跟徐鑫赶紧离开了。你怎么知道是那辆车？这辆车出现在了梁洛的事故现场。席磊，你呢？我就是许愿，想一回绿藤市就见到罗一朵。任务呢？黑导航。目的是什么？我没有目的，是威婶的目的，就是说，让我说，前方拥堵，建议绕行之类的。哪条路你还记得吗？高速拥堵，建议走省道。梁洛的事故现场就在省道上。那辆与梁洛相撞的重型货车，就是从高速公路改走了省道。我们许愿见到梁洛，任务就是买30瓶颜料放在莫奈广场的红色行李箱里。当我们完成任务之后，30瓶颜料马上就被人取走了。我们又按照威婶的指示到达了仙人山。我们买来的颜料已经被挂在山路旁的树上，然后没过多久，我们就目睹了意外。事情基本上清楚了，但有些空隙的部分，也就只能靠推测了。梁洛开着炸药车，途经省道，前往目的地，在遭遇了接二连三的意外后，发生了事故。可我想说的是，这些意外可能不是意外，而是被威婶精密计算的。徐鑫开窗反光，导致工人失手，支架滑落。小林挪动手推车的位置，正好被支架砸中，产生反作用，手推车滑落，撞上了家具车。因为前灯的碎裂，导致装家具的工人因为按规定锁好收集器，产生了隐患。而我和陆离准备的颜料被人拿走，挂到了事发地的树上。当家具车经过，颜料瓶坠落，司机紧急刹车，导致绳索收紧器瞬间断开，家具翻滚下车。梁洛躲开了，但接着，那辆因为席磊篡改导航而更改路线的重型货车和梁洛的车猛烈碰撞。你是说，我们一起完成了刘波的愿望，让梁洛消失了？不可能！梁洛为什么开炸药车？为什么走那条道？你查过吗？他应该是在完成任务。怎么会完成让自己死的任务啊？他不知道这个任务会让他死。
这总得是许了什么愿望吧？他想要10万块钱，救他爸爸的命。我不知道这钱是谁给的，也不知道威婶为什么要梁洛的命，但这背后一定有某种逻辑，是我们不知道的。一切都是一个闭环。自从刘伯许下那个愿望后，我们的每一步都被威慑计划在内。陆离，你也是这么认为的吗？你认为是我们害死了梁洛？我没害人，你们不要吓我。我知道你们求真心切，但是不是有点太想当然了？我不是杀人犯，我不是。我有点接受不了。你要理解他们，没人愿意接受自己是威慑的帮凶。这有什么不能接受的？梁洛已经走了，这还不能够让大家齐心协力吗？不是每个人都像你。我在想，也许我们可以找到办法对抗威慑。你是说10万块钱的来源？对，这个世界最令我困惑的事情，就是钱的提供者，到底是威慑背后的人，还是威慑的使用者？梁洛的死，一定牵连着威慑的某种目的。我们只需要紧紧地追着威慑，就能找到威慑真正的目的。你想用威慑许愿？对，召集校内所有使用威慑的人，向威慑发起挑战。所有人许下同样的愿望，和梁洛的愿望一样，得到10万块钱。可如果大家知道梁洛的死就是因为这10万块钱的愿望，大家会愿意吗？我们为什么要告诉他们？陆离，这个世界上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够接受真相，大多数人对即将面临的危险置若罔闻，他们不理解我们，也不需要他们理解，我们只需要告诉他们怎么做就行了。你相信我吗？我相信你。辛苦你了，兄弟。哎呀呀呀！啊，对不起，啊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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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怎么是你呀？哎呦，真不好意思啊，真不好意思。我觉得咱俩最近是不是有点八字相冲啊？哎，你人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你把车倒回去，我开走就好了。啊，那不行，那不行，那不行，那就是我全责呀！我撞的你，是不是？哎，你有保险吧？我来报警啊！我来报警。不用报警了，不用报警了。这怎么能报？不，这个是我全责，我全赔啊！我来跟警察说。哎，不用报警了。喂，警察嘛，哎，我追尾了，啊，那个我跟你说，我现在在那。行了啊，你全责。哎，是，不好意思啊，对不起。车主跟你什么关系啊？你驾照呢？朋友，驾照在家呢，我去取。
出门不带驾照得罚款的，跟他去取一趟。走吧。这车不是他的，不是他的，不知道谁的。啊。稍微快一点，好多事儿呢。走啊，兄弟！怎么了？你干什么？哎，你干什么？兄弟，你把他放下，兄弟，别激动，兄弟，把他放下，有话好好说啊！大伟，快过来！大伟，过来，这人疯了，大伟，快点！哎，兄弟，把他放下。有什么事我帮你解决，兄弟，有话好好说啊！哎，兄弟！等等，快看看，快看！要不要大醉一场，再点燃所有衣裳？要不要太阳和光，还是要子弹和枪？我不要慌慌张张，我不要东躲西藏，怕什么魑魅魍魉，大不了200举伤。不管这世界是什么样，要不要挺起胸膛，还是要缴械投降？我只想百步穿杨，命中1万颗心脏。再见吧，我的过往，上来就不计放荡。我只有一个愿望，那就是黑夜有光。不管这世界是什么样，突然这世界就变了样。这一路跌跌撞撞，看见有人哭笑，有人忙。趁现在风华正茂，来吧，飞蛾扑火不散场。